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你询问纽约今日气温如何， AI 助手瞬间调取实时气象数据。当你说帮我规划个成都7天旅游计划，下一秒就帮你制定好了旅游计划。甚至授权后 ，AI 能直接编辑你的本地配置文件，或根据上下文智能撰写邮件草稿。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场景，但核心问题在于，怎么让 AI 这么聪明，能跟外部工具无缝协作？怎么构建具备工具调用能力的智能体系统？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才能实现 AI 与外部工具的无缝协同？答案就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 简称 MCP。它就像 AI 的超级连接器，让模型轻松调用任何工具，再也不用为每次集成写一堆复杂代码。在这1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解锁 MCP 是什么，它为何让 AI 开发更简单，如何用 MCP 打造实用应用，一个动手实践的代码示例，带你从零搭建 MCP 服务，准备好让你的 AI 项目大放异彩了吗？快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跟我一起跳进 MCP 的世界。那么 MCP 到底是什么？ MCP 全称为 Model Context Protocol， 是 Anthropic 在2024年11月推出的一个开放标准，旨在帮助大型语言模型或其他 AI 工具与外部服务 API 或数据源连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通用的适配器，让 AI 模型轻松调用 GitHub 文件系统，甚至天气 API 等服务。我们先来了解下 MCP 的核心概念。标准化接口 MCP 定义了一种清晰的方式，让 AI 模型调用外部工具，不需要为每次集成写定制代码。MCP 提供了一致的协议。工具集成，它允许 AI 模型调用工具，例如从 API 获取数据、读取文件或运行脚本。社区驱动 MCP 是开源的，任何人都可以为其开发或构建兼容的工具。现实应用，从在 Cursor 等 IDE 中自动化代码编辑，到为 AI 助手获取实时数据 ，MCP 正在改变游戏规则。为什么 MCP 这么重要？在 MCP 之前 ，AI 跟外部服务对接就像拼图游戏，每次都要从头写代码，费时费力。MCP 就像给开发者递上一把瑞士军刀，让 AI 集成变得简单高效。比如，你可以让 AI 直接从天气 API 拉数据，或者自动提交代码到 GitHub， 全程只需几行标准化的 MCP 请求。简而言之 ，MCP 让 AI 不再是孤岛，而是能连接万物的超级助手。现在我们知道 MCP 是什么了，接下来聊聊怎么用它设计应用。MCP 的核心是一个模块化的工作流程，让 AI 和外部工具协作像搭积木一样简单。我们先看下应用设计5原则。明确工具需求，先想想你的 AI 需要做什么，是查天气、读文件，还是操作数据库？明确工具是第一步。搭建 MCP 服务器，这是 AI 和外部服务之间的桥梁，负责接收 AI 请求并调用工具，返回结果。客户端集成 AI 客户端，比如 Claude 或 Cursor， 通过标准化的 JSON 请求与 MCP 服务器通信。键状的错误处理 API 挂了，输入错误，一定要设计好错误处理，确保应用稳定。安全第一 ，MCP 连接外部系统，记得验证输入，用 HTTPS 保护数据安全。以 AI 天气助手为例，假设你要开发一个 AI 天气助手，用户说告诉我上海的天气 ，AI 怎么做？ AI 向 MCP 服务器发送请求，指定工具 get weather 和参数 city 等于 Shanghai。MCP 服务器调用天气 API， 比如 Open Weather Map， 获取数据后返回给 AI。AI 整理数据，回复上海今天多云25摄氏度。这种模块化设计让添加新工具超级简单。比如想加个查股票功能，只需定义新工具，服务器就能处理。现在是激动人心的 coding 时间，我们将用 Python 打造一个简单的 MCP 服务器，实现一个 Get Weather 工具。这个服务器会接收 AI 客户端的城市名称请求，返回模拟的天气数据。为了简单，我们用假数据，稍后告诉你怎么用真实 API。打开代码编辑器，创建你的 Python 项目，
在项目根目录创建一个 WeatherPy 文件，编辑 WeatherPy 文件，导入 JSON、HTTP Server 和 Socket Server 3个 package。另外分别定义 Weather-Data 和 Tools 2个 JSON 串。Weather-Data 这个 JSON 串模拟定义了3个地区的天气情况。Tools 定义了 MCP 工具，包含 Name Description 和 Parameters 等。接下我们定义一个名为 MCP Handler 的类，这个类继承了 HTTP Server Simple HTTP Request Handler。在这个类里定义一个 do-post 函数，用于处理请求，并实现处理获取工具源数据请求的逻辑。另外定义一个 run-server 的函数，用于启动一个基于 TCP 的 HTTP 服务器，保存你的文件。现在打开你的终端，进到项目目录下，运行 Python WeatherPy 启动项目。另外打开一个终端，我们运行 curl 测试下 tools 逻辑。通过 curl 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到，返回了我们在代码里定义的 tools 的原数据。我们继续实现 do-post 函数中处理工具执行的逻辑。它会读取请求体中的 JSON 数据，解析出要调用的工具名称和参数。如果工具名是 getWeather， 且参数中的程式存在于天气数据字典中，则返回该程式的天气信息，否则返回错误信息。如果 JSON 格式错误或工具名未知，也会返回相应的错误响应。所有响应均以 JSON 格式返回。保存修改后的文件，切换到刚才打开的终端。Ctrl+C 结束掉原来的进程，重新运行 Python WeatherPy， 再切换到另外一个终端窗口。我们使用 curl 测试下工具执行逻辑。这个 curl 请求中，它向本地服务器的 execute 端点发送 post 请求，请求体包含 JSON 数据，指定要调用 getWeather 工具，并传入参数 city Tokyo， 想让它更真实，把 weather-data 替换成真实天气 API 调用。比如用 OpenWeatherMap。 如果要使用 OpenWeatherMap， 需要先在 OpenWeatherMap 官网注册个账号，然后申请个 API Key 即可。现在我们对 MCP Handler 类中的 Execute 业务逻辑进行下修改。这里需要使用 Requests 库，如果你没有安装，可以使用 pip install requests 进行安装。修改 Execute 实现调用 OpenWeatherMap API 获取实时天气数据的逻辑。添加 API 调用，使用硬编码的 API 密钥，构建请求 URL， 向 OpenWeatherMap 发送 HTTP GET， 请求获取指定城市的天气信息。如果 API 返回状态码200，解析 JSON 响应数据，提取天气状况和温度，封装成标准格式返回。如果 API 调用失败，非200状态码返回错误信息，提示无法获取该城市的天气数据。现在可以打开你的终端，重启下应用。再用 curl 测试，现在显示的结果和我们之前定义的 JSON 串的值已经不一样了，是通 OpenWeatherMap 的 API 获取的，这样你的 AI 就能实时获取天气数据了。接下来我们要聊聊 MCP 的核心概念。MCP 服务器提供3大功能，首先是资源，让客户端轻松读取 API 响应或文件内容等数据；其次是工具，经过用户授权，大语言模型可以调用这些功能。最后是提示词，通过预设模板帮助用户高效完成特定任务，简单强大，助力智能交互。在前面的内容里，我们基本上了解了 MCP 底层操作逻辑。接下来我们使用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官方所提供的 Python SDK 来重新实现前面的功能，帮你更快地理解和实现 MCP 应用。打开你的代码编辑器，在刚才的项目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 Weather-MCP Py 的文件，打开你的终端，运行 pip install MCP CLI， 先把 SDK 包安装下，回到代码编辑器，在刚才新建的文件里，我们要实现 MCP 应用的相关逻辑，先导入所需要的包，接来创建一个在 FastMCP 实例，命名为 Weather-MCP Host， 设置为 0.0.0.0， 端口号为8000。通过 add-MCP-to 装饰器注册了 getWeather 工具，使用异步 HTTP 客户端 AOHTTP 调用 OpenWeatherMap API 获取实时天气数据。这里的业务逻辑与之前的代码保持一致。接下来定义了 weather-location 资源端点，提供基于 URI 的天气数据访问方式。
下面又注册了天气报告的提示模板，为 AI 助手生成天气播报场景提供上下文。在启动 MCP Server 这里，我们使用 SSE 作为传输协议启动服务器。这里整体上代码没有复杂的业务逻辑。现在我们切换到终端，结束掉原来的 Python 进程，运行 Python weather 下划线 MCP Py。现在我们在 Cursor 里面演示下调用这个 MCP 应用。打开 Cursor 右上角设置，打开设置界面，点击左侧 MCP， 然后点击添加 MCP Server， 进入到配置文件编辑界面。这里添加一个名为 Weather MCP Server 的节点。Type 设置为 SSE URL， 根据你的实际 IP 配置。配置好后保存。现在我们测试下 MCP 是否正常。我们先查询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再查询下纽约的天气，测试下来运行结果正常的了。再用中文测试下看看情况。从测试结果来看，中英文都是可以的。这里我们使用的是 OpenWeather Mac， 你也可以换成高德等其他平台。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深入探讨了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它是什么，如何设计应用，以及一个实操的 Python 实例。MCP 是让 AI 更智能、更互联的重要一步。我很期待看到你们用它构建出什么。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用 MCP 构建的项目。下期见，快乐 coding！